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黄章出了新书，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在黄章心目当中分量这么重的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这是很光荣的事嘛？啊，我只是客观描述这件事啊，王一川话嘛，客观事实。对，客观事实。你讲这句话，大家都想唱歌啊，对不对？是不是？OK， 来，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黄章，民进党主席黄章这本新书，在上礼拜五的时候，你看到在晚上的时候新书发表会，那当然你说赵少康，然后柯文哲当嘉宾，那所有讲的这些，当然这里头引起了大家非常多一些讨论。那不管是姚人多也直接发了声明，然后包括那更不要讲是时代力量，从这个书还没有正式发表以前，就不断的要求要道歉啦，要下架啦，所有这些，当然包括黄章，包括民众党的一些朋友也直接回击向这一块未来好，不管说第一个大家在讨论事实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在国内政坛经过这一波以后，未来又会是怎么样？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在美国访问的过程，包括那个乔宴里头，是不是有跟中共相关的一些人士在里头引起大家一些的讨论？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媒体直接指郑丽文主席是北京的人。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听到这个词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些的回应呢？因为这些是不是都可能影响到2026胜过2028的选战？2026看起来的话，那新北民进党现在已经直接把他们保五现在的5个执政县市，再加上大家在讨论本来是彰化、嘉义市、宜兰，现在民进党把新北也纳入他们在年底希望能够重夺江山的这一块。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怎么样看待像这样的一个变化？双北这一局未来又是怎么样？好，不过一开始还是要提到民进党主席黄章出了这本新书。那在中间那讨论到相关环节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来，我想整个318运动或者太阳花运动，从那天晚上开始到第二天的清晨，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在这个时候，我想片面的啦，去进行一些攻击，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了。我在我的书里面想要说的是什么？想要说的是，面对那一场运动，事实上，那不是任何个人的功劳，那个是整个世代大家共同的努力。那每一个人事后都有自己的政治选择，配合着民进党进行政治攻击，我只能够说了尊重，但是非常的遗憾。来，仁君，第一个，黄章一直强调他讲的都是客观事实，第二个，从包括讲周冠廷一直到刚才都讲说，大家不要片面的攻击，然后不要发起政治攻击，胜过因为周冠廷本身是民进党人嘛，那其他的人就是配合民进党做政治攻击，包括太阳花这几天大家都在讲太阳花的这些，前几天是一路上已经把相关的里头大家讨论到这样时代力量讲了这么多，但现在的重点这几天大家在讲318。到底谁是第一批？谁是在中间出谋划策？谁是在中间？所有真正参与，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啦。我觉得黄国章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特别是他在新书里面写到了一些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只是因为站在他的角度去诠释这些事件，甚至对于曾经参与的人，他做了评价之后。被这一些人认为说，你所阐述的那一个过程，基本上跟大家记忆中有不同。而黄国昌最后的说法就是，你们要进行这种攻击，大可不必。那我就必须讲就是说，事实上今天在谈的本身，是因为黄国昌在书里面提到，他是318第一批带领着大家冲进立法院里面的人嘛那结果呢，这个公视的前主持人陈信聪他就他的记忆所及他说好像状况有一点需要厘清一下，为什么？这个时间的截图是晚上的8点56分，当时公视有个节目叫做《有话好说》，那你如果看到这个笔的这一边呢，就是黄国昌。那信聪的说法是说，事实上在当下的时候那其实黄国昌是在接受录影的过程，那所以呢，再怎么样也是录影完之后。
他才有可能再出现在这个所谓的318的那个立法院的现场。所以但是其实信聪有讲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那至于前面什么规划，所以就刚刚那一大段黄国昌说什么事前规划或是怎样，其实信聪有讲，他在节目里面没有听到，他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在那个当下那个时间点里面，黄国昌是坐在公视的摄影棚。那公视的摄影棚在哪里？在内湖。好，我讲一下我印象中的318。好，我讲一下印象中的318其实那一届，那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大家大概都有参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啦。318其实在那之前，从317那时候开始，那个氛围就一直形成。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在立法院的外面哦。那到318的那一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那边是在举行一个叫做守护民主之夜。其实我们跑立法院的记者都在周边。好，那现在只有差别一个，因为活动现场是在外面，所以呢，基本上那时候大家是在外面那个位置哦。真正进入到立法院的时间点，大概是在9点钟左右。学生翻墙进去。那我刚刚特别强调，就是说为什么信聪要特别写这个时间点的原因是，差不多9点钟学生开始翻入围墙，然后呢，那个时间点公视有话好说高调，他就算结束完了，直接再冲回立法院，要多久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啊。我讲我当天在立法院现场的情况啊，因为我是负责在外场，因为所有学生都在外面。9点钟开始，学生翻墙进去之后呢，立法院的驻卫警做了一个决定。所有，因为那时候已经冲进去了，我记得大概9点20到9点半左右哦，立法院就封院了。虽然那时候后来有人在谈论说要清场或干嘛，其实在当下都没有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叫封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从青岛东周边的门全部关起来，在外面的不能再进去，你要爬或干嘛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驻卫警就守在那个门的那个地方。那就形成是外面的人还想往里面冲，因为驻卫警当时已经集结了嘛。那你今天要再爬墙进去，基本上有难度，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冲那个门啊。那小弟鄙人在下，我当时身材有点壮硕啊。那我那时候因为被挡在门外，我也进不了。我们也进了，虽然我们有立法院的采访证，我们是连采访证都进不去哦。结果我在青岛东的侧门这个地方呢，一眼看到了一位叫简立义的人，因为他那时候在做姚文智的助理。结果他远远的看到我，就跟我说：“任俊，快点进来。”我说：“我进不去啊！”你知道那个他们就留一个很小的缝，那个门就留一个，然后一个很壮硕的驻卫警守在里面，然后我在外面。这时候简历跟我讲了一句话：“你等我。”他去拉了一个帮手，那个人叫姚文智。姚文智从立法院里面，我们就在那个门的地方哦，然后这个是门，然后这边有个小缝，姚文智在里面，驻卫警在这边，我在外面。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当拔河一样拉扯。姚文智从里面拼命的把我往外面，我从里面拉进去，驻卫警拼命推。后来姚文智说了一句话：“这个记者啦，你要回你买啦，回你买，我大家知影，我靠，发生来这发生什么代志啊？”那个驻卫警一直推了之后，我突然感觉到他可能受不了我们2个胖不是，那时候2个壮硕的人，我们这么壮硕的人这么一下。我发现到他往旁边退了一步，姚文智立刻把我往外拉，往内拉，我就这样进了立法院。我现在讲的那个过程时间点大概是9点20到9点半左右。黄国昌有没有办法分身？因为你讲的叫第一批嘛，我觉得现在问题就回到这件事情哦。黄国昌刚才访问的时候讲说那一夜非常漫长，我也知道那一夜非常漫长啊。我在那边从白天搞到晚上，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进去立法院的记者。没有人敢撤。立法院当时的做法是这样：你要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但你要从里面出去可以，不能进来。拜托，好，你出去啊呢？没有立委敢，没有记者敢撤，你撤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嘛。后来还有人去还原呐，说他们其实这个黄国昌后来怎么进入到立法院？事实上应该看起来，因为他说地下停车场嘛。院本部下面没有地下停车场啊，看起来是从中心那一边，就是那个车道啊或干嘛的这样子说。但重点就回到了一个，因为黄国昌在他的书里面很精准的提到了一些字眼，比如说第一批，大家会非常好奇嘛。
我相信在那个当下，如果我们这种都要跟着用挤的、用撞的，还要有个委员在里面帮忙拉进去的，请问黄国昌你如何大摇大摆的在那个之后，你可以进入到立法院？我也非常好奇。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于黄国昌来讲，他把自己站在主位。把自己的，我觉得站在他认为书是第一人称的概念里面，我觉得一部分可以理解他的心态。可是当大家对于所有的过程产生质疑，认为你的记忆点跟你的描述是错误的时候，黄国昌轻轻松松的讲了几个字：你们要这样子做，大可不必的时候，那老实讲，你觉得他有回答问题吗？他其实没有回答任何一个大家记忆点跟他有相冲突的地方。OK。刚才观众朋友在任俊讲的过程，下面有一排字是说媒体人劝黄国昌不要为了一本书，然后毁了公信力，那个是黄明。上礼拜4的时候，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会请资深的媒体人来，就是因为这些历史事件，大家都在，大家都经历过。我们会请资深的媒体人来，就是因为这些历史事件，大家都在，大家都经历过。那媒体人以他们像任俊刚刚讲，在那天第一批冲进去，那他也算是第一批冲进去吧。那因为如果黄国昌算的话，那任俊应该是比第一批再早一点的了。我有可以作证的，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一位叫简立义的，他也在回忆当天的318的状态，这边有看得到，后来又带了康仁俊挤进去。OK， 我们真的是在那个当下是你知道那个过程，因为驻卫警也被要求不能再放人进来，因为那个整个会乱，包含到他们后面上去盖布那个拉布条或什么的。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第一批学生进去玩，而且那个时间发生的点绝对不是黄国昌，你那时候绝对还在节目上面啦，好，你绝对还在节目上面，但你后来硬要用叫做第一批带着大家冲进去，我觉得有时候在文字上面有些东西可以挑轨狼轨，我觉得可以。但有一些，特别是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上面来讲，许多人对他有不同的记忆点的时候，为什么是只有你黄国昌一个人讲了算？因为杨明那天讲的意思就是讲说，因为他是第一批，为什么都要用第一批呢？他是在那一天，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那天讨论的时候，就是本来是国民党占一场嘛。就是修那个劳基法那一块，本来是国民党占一场，然后国民党呢接下来要撤的时候，时代力量就黄国昌跟徐永明他们带个大手就进去。杨明说他那天一直都陪着，然后一直到结束的时候，那后来到总统府，他也一路跟着到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然后他在那个时候，所以他看到所有的过程，他的意思就是他比较委婉的说，如果写得太模糊不清楚，是不是2版的时候、3刷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些讲清楚、写清楚？尤其不要因为事实的模糊，可能会伤了一些的人。那其实这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你看到对任俊影响有多大？他就从那时候开始决心要减重，好不好？因为上次挤进去的那个过程对他来说太难受，所以他一直减重，好不好？那这整件事情，但是对更多人来讲，那个心理的创痛，尤其是这件事被拿出来的时候，当很多人参加的时候。觉得跟他当时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时候，或是他的家人，譬如说你说卓冠廷，他看到洪慈庸在那个时候的状况，他经历的状况、小产的状况，跟现在被写出来的那个情形，你觉得卓冠廷会不出来吗？好，那这些包括这2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慧珍，你大概只要认识姚人多人，大概都听过他讲这个东西吧。我有一次饭局上，后来他真的坐在我前面，然后开始哇，他是那个清大的那个院长嘛，哈，那个社会所的院长，院长第一文胆啊。对我很少看到院长有那么多的那个咒骂的词汇，像喷泉一样的源源不绝的吐出来，就是在讲这件事。那也好像是去年还前年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非常的明显的感受到他的那一种怒气，因为他觉得他最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明明是你说不要讲出去，结果呢，你现在竟然把整个颠倒是非黑白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因为黄昌到现在姚人多发了声明以后，黄昌再出来
叫姚人多不要说谎，不要再说谎，然后说什么这件事情他已经讲过了很多遍，对不他为什么都不讲？他说你以前都不讲，那他很清楚嘛，为什么以前都不讲？因为以前就是他在第一文胆在蔡总统旁边，很多事情是不方便讲的。但是问题是事实就是事实，而且呢，你知道这整件事情，我这个快速带过啊，就是说。事实上，他就讲那一天，他就说什么黄国昌的书里面说，他有一个机会为了这个一例一休的事情去见到了蔡总统。但事实上，所谓的有一个机会见到蔡总统，在姚人多之前的说法是你自己主动要求见的。后来是蔡总统请姚人多到青岛东路上去把这个黄国昌给载进到那一个官邸那个总统府里面。总统在整个谈的过程里面，那本来总统被他说服了，觉得是不是要这件事情要多讨论，所以拿起电话。但是在拿起电话的当下呢，那个黄国昌马上说：“总统，我理解你的苦楚啊，所以呢，这个没关系，就先这样，我可以理解的。”那既然你愿意理解，那他这个电话就没打，就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就一样请姚人多，就是再把他给载回去。就在载回去的这个姚人多说，是黄国昌跟他说这件事情就只在我们这3个人的就好了，不用再往外。那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你是求见的人，你不希望被人家发现你是求见的人，那不讲就不讲没关系。就没想到第二天在立法院上，哇塞，黄国昌就整个戏魂上身啊，然后就指着破口大骂啊，然后骂了一大堆，就骂民进党啊，然后骂一大堆。他当下心想说：天哪！昨天明明是你说可以理解的这个案子，所以呢，总统才没有打那通电话。怎么瞬间你整个人大变脸，比川剧变脸还要更夸张的一个变脸？我跟你讲啦，你看公文嘛，你马咱亚起姚人多讲的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到最后姚人多受不了在那个车子里面，他后来只要在他的那一辆白色的那个车子 Toyota 是不是？只要他自己开车，就想到跟你的那一个 moment 的那个过程，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有创伤症候群，所以他后来忍痛把这个小白给卖掉。那大家都听过这一段史实的姚人多讲出来的，但是大家到听到这一段之后，就谴责姚人多，是你让黄国昌玷污了小白，到最后你不讲道义，竟然把这个车子给卖掉。由此可见，这个过程对姚人多的创伤有多大。所以现在所有的一个相关出来的，全部都是你说谎、杜撰，然后还有在篡改历史史实的，就是你黄国昌啊。现在看起来是每一个都说是你，然后但是你还是有那个脸继续说全部都是别人错，只有黄国昌是对的。那慧珍，黄国昌在乎这一些吗？其中一段，他不是讲说有一下长辈，一下是前辈，然后股市，因为你是财经专家嘛。然后在股市里面，这几年，然后股市不是翻了很多，然后就告诉他说，台湾劲敌没给我了，叫他不要再弄政治了，好不好？然后疼惜他，叫他到公司上班，对不对？他在乎你现在讲这个吗？我觉得他当然是不在乎啊，但是其实人家有股市大亨撑着啊。对，然后呢？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大概是谁啦，因为跟他之前的一些什么凯斯啊这些那个人有那个所谓的前辈还是长辈，跟那个案子也有相关联啦哈。那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想说，为了那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着想，大家千万不要去把这个名字讲出来，怕一旦名字讲出来之后，会不会重挫股价？人家还要出面，而且那个人应该已经是不在经营团队了，应该算是就像是如果说现在曹兴诚讲说要挖，假设要挖联电，也觉得我非常厉害，要挖我去当所谓的 CFO 或什么的话，我觉得这种话大概也就是大老板有时候讲啦，不用当真。如果当真到还要特别再拿出来讲的话，我真的也觉得这个好像是为自己。好像擦脂抹粉了，对，擦脂抹粉，还有为自己，然后弄一点帮自己上一点身价。但你换一个角度讲，阿川，黄昌讲这一段的意思是，人家都劝他不要再管政治了，有这么好的退路给他，他不要，他宁可牺牲奉献。他要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啊。人家都劝他不要再管政治了，有这么好的退路
给他，他不要，他宁可牺牲奉献，他要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他还是在这牺牲奉献。所以虽然我知道你从头到尾不相信有这位股市的大佬在，可是他讲这个重点，他就是要表现，其实他为了台湾政治就是这样的付出啊。可是你看你在他心目中多重要，民进党立委都叫王一川话，所以现在民进党立委都是跟着你的样子走，你是个现象哎，哇塞！我有问 AI 这王一川话是什么了啊？那这个反正没有人定义。那黄国昌其实在这一本书里头，我觉得他是在定义历史，定义别人，然后他主观的去定义别人。你说他是不是在扭曲历史？他是在写历史，然后让以后读历史的人接受他的史观，那可是呢，他总会踢到铁板啊，因为这里头最具争议就那个318跟劳基法两件事情嘛。那318那一天我人在屏东啊，所以当时那一批学生冲进去的时候是暗蛇蛇嘛，各位记得吗？后来我们看到那一批人，基本上那一批人我们都不认识，然后大家还会想说一群学生到底像，因冲进去到底怎么退啦？我相信现场媒体都当时其实真正比较多被大家在现场谈及的，其实不是赖中强他们，是黑岛青，对，他们就挂着一个就自认是黑岛青，但因为很多都是学生啊，他们并不是政治人物，所以你很难去分辨。后来那一批事实上也没有在这个整个事件完了之后再继续的，就是说告诉他有一阵子有还大家记得有一个叫黑岛青这样的一个团，所以他们就没有成为发言系统，所以大家不认。那因为我认识黄国昌啊，如果黄国昌是第一批冲进去，那我一定会说得黄国昌耍逃我们当时人在屏东的时候，好几个教授，因为那个时候在跟潘孟安在一起，那时候在选那个屏东县长，那一群人就想说，哇，这个哪星这部人，人家当时被撤退如果当时有看到黄国昌，我们就会说，那黄国昌起来对，以这位台大学生会长，他知道怎么进去，怎么出来。那一般的学生不会嘛，因为这种群众运动哪有那么容易带进去，然后几百个人要一次要撤出来，一次要撤出来，这个事情很难呢。但是他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他惹毛了太多318的人，因为当时在现场的那些人，大家的反应的是第一时间也没看到你嘛，那你可能后来姗来迟，一规定搞基本上不可考，但是你姗来迟，然后你现在吹牛说你是第一波。当然，陆陆续续就会有人出来讲说你不是第一波啊。那今天还有人出来讲说什么？说黄国昌要去上节目之前，还跟人家讲说，如果到时候什么时候要冲的时候，反正我在上节目，我随时会回来啊。那就代表你不是第一波啊。那他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为什么后来你看到他后来把自己的话做了修正，说我写这本书啊，不是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很多人的功劳，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太多人要反扑了，所以我刚也惊，那也惊。那第二个就是劳基法那一题也是一样，劳基法你没事去惹姚人多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你没听过吗？你去惹姚人多干嘛？姚人多平常聊天是很好笑的人，对，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但是你就说你给我看到一俩拱的时候啊，那个用字啊，用字是精准啊，只有听过的人才知道，精准就是。被哔哔哔的那种精准，对，所以就是他是这种人，然后你没事去惹他，那我就问你王国昌嘛，现在大家说当时你是主动求见请问你透过谁主动求见？你现在敢讲吗？那人还在啊，你不会有蔡总统的电话，你总是打一通电话说你要求见啊，你总是传了一个信息说你要求见啊，那个人还在啊，你要人家把那个人讲出来吗？这全部讲了之后你就下课了啊。不是人家找你啊，是你要找人家啊。是他求见，对吧？那这种慢慢的，大家一出现之后，就发现说，我觉得黄国昌另外一个他有一个话术很厉害，就是他在描述客观的事。他说他劳基法那一场，他在总统府前面静坐的时候呢，什么他眼睛睁开，旁边没有人了，那个瞬间啊，如果他只有往前看，当然没有人了。往前看的暗着说，好，比如说，今天我请这个姚慧珍吃饭，好，我假设我约她7点钟，那我7点钟一到，没来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姚慧珍说你啷嘞？我就说7点了，你根本就放我鸟，他说我到了，
你哪里到？7点那一刻你有到吗？姚慧珍就专门放鸟了，约7点那一刻没有，可是姚慧珍是7点01分到的。可是揍死你！所以我有讲错吗？没有，我讲的客观事实就是7点钟他没出现。可是后面有没有出现？有啊。所以黄国昌就揭露说，他看的那一瞬间没有人，可是那些人可能他在讲的那一个时刻啦，那一个时刻没看到他，可是那个时刻的前后那些人都在。那他说他去什么台大医院，那些人都走了，这也是话术啊。因为你没有跟人家讲你几点到啊，不是吗？那你说这个洪慈庸跟林长佐有没有在那边挂号等着看病？有吗？有。对啊，说做检查或什么的，那人家就有拍出来啊。可是他就说我到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走。黄国昌也没有讲他到台大的哪里。他也没有讲啊。台大很大吧？台大有急诊室吧？伊若叫来台大那个中山南路的入口门讲啊，那些立委，然后有人说哦，他们好像走了，搞不好你连踏进去都没踏进去啊。那请问你知道他们走了之后，你有打电话吗？你有打电话问洪慈庸你们在哪里吗？你有问林长佐你们在哪里吗？你们身体还好吗？你们到家了吗？你不是当一个立法院党团总召5个拢你带，你刚带去坐到总统府头前，哭几6天，了要画下课，要画照一些。你当一个带头的人，你不用问大家现在的状况吗？你不用问大家平安了吗？啊，至少你问大家平安之后，你至少告诉大家明天早上要干嘛，这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写这本书要帮自己塑造一个，有人说他是什么孤独的哦，什么就是孤勇者。可是这种东西真的会这样吗？有人是说这个历史上就说这一本书啊，说什么吕捷啦，然后我听到吕捷老师讲说，他看了这么多古今中外的传记啊，唯一一本是作者是好人，其他出现在书里头都是坏人，就这一本。他这一本里头只有他是好人，其他人都是坏人，然后历史都他在写的。所以现在呢，大家要极力的反扑的方法就是不要让 AI 相信这本书。然后就大家一直写，一直灌给 AI 说黄国昌这本书是错了，黄国昌这本书是错了，黄国昌这本书是错了，以免过了5年10年以后，一堆人都以为黄国昌这本书写的是真的。像最后讲的那一段，范老师，历史不是好，一般来讲，历史都是后面的人，尤其是有权势的人去写出来的内容。好，我随便举一个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末最重要的大将。好，我随便举一个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末最重要的大将，结果袁崇焕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讲的凌迟，千刀万剐，刮3000多刀而死。他死的时候，整个北京城内的人额手称庆，是这个样的一个人。一直等到清朝大清成立了以后，清朝才还他个公道。袁崇焕是被摘的，因为他们在打仗，反正抓了一个太监以后，然后故意让那个太监听到讲，我告诉你，那个袁崇焕到时候呢，他会直接回去，然后直接在城里面接应我们，是不是？然后那个太监回去以后，就直接信以为真，然后还故意放他走，然后他就跑回去以后就跟崇祯说这一段，说完以后，袁崇焕这个人也是他自己的个性问题，直接带兵，直接到那以后，秦王之师来了以后，然后直接在城下。然后不准带兵进，叫他自己进。其实那时候当然还有粮草啊什么的问题，他也希望崇祯能够拨粮草这些。结果进了以后，崇祯就说：“你来带兵来，就是为了要呼应，那时候叫后金，就是为了要呼应他们。”所以袁崇焕被抓下狱，千刀万剐而死。那时候死的时候，全北京人，大家真的是拍手叫好。是后来清朝人觉得他真的就是被一个反间计然后给摘，他是一个忠臣名将，是这样。历史都是后面的人写的，但是范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黄国昌他写这一段，那个后面的人写，第一个你是有权势的，第二个是很多人都不在了，所以你写这本书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大家每一个人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大概几乎每一段都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有批评指正的，有骂的，有什么都有。黄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出一本书总有他的目的跟想法吧？一般人写这种回忆录哈，因为我那天真的因为来参加节目，旁边有人有，我就翻了一下。你连买都不买？我连买了不，我不想买了一本。不过因为它也不值得买啊，因为它刚出那个封面就贴了一张7.9折，打79折。如果是新书洛阳纸贵，怎么会一出来就先打79折？这很怪吧？所以我根本不想买。好，那我看那本书，我的一个感想就是，因为我看了一开始看就开始胃食道逆流了啊，这个胃酸就出来了，就是还是忍痛把它看了前面，就是我们小时候啊都念过的课本的内容，就是先总统蒋公在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看着鱼儿逆水而流，我们以前就念过这个吧，就他当时蒋公很小的时候啊。他前面就是在歌颂他小时候多家里啊，什么爸爸家里破产啊，然后他多努力多用功啊，陪妈妈在行天宫卖什么等一下香包啊什么东西，就讲这个，然后他多努力啊，在建中功课多好，就是一直在吹捧自己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造神吧，但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一般人写回忆录，大家都已经对年纪有一定程度了，例如说已经退休了，退出政坛了，为什么？因为你写到很多人事实地物，如果那个人都还在，那很麻烦的。你写错会有人出来指控你嘛？所以大家都等到已经退休，而且也跟政治利益无关嘛。是，那他才52岁啊，你怎么急着要写？你怎么要退？而且他是现在民众党党主席。对啊，而且你是要准备退隐了吗？还是你要退出政坛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间点很怪嘛。然后他写的这些人事实地物都在嘛，所以大家都一个一个跳出来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啊，制造很多会不会是故意？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他今天一定晚上在家里看电视嘛，跟你这台讨论我，哇，那台讨论我，对不对？增加大家对他这个书的兴趣。是为了要声量吗？对啊，就是大家讨论啊，就他一定很开心嘛，就跟柯文哲一样啊，他最怕没有声量啊。那我们都讨论他，那这本书是不是水涨船高？那因此我是真的很想看这本书到最后可以刷几刷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嘛。搞了半天，如果是雷声大雨点小。叫好不叫座，没有人什么能买，连刷完一刷就没了。那他不是很闹苦吗？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要？因为他应该知道这些事情都有很多的症结点。当然，就包含你看姚文多怎么出来，为什么你会说逼着这个卓冠廷出来？因为其实慈庸我了解是他并没有很在意，可是呢，冠廷又觉得不能如此嘛，因为我太太遭受到这样你的指控，所以他今天这样的意思，那你想想，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到研究员。我们不管写硕博士论文或者写学术的 paper，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有注释。你任何的数字或者你有引用别人的字句，你都一定要有初始点嘛。这是最基本的学术伦理啊。我不认为黄国昌不知道啊。而且在法学界这是最重要的啊。你利用哪个条文，你都必须要有出处的。可是他很多他这本书是完全没有出处的，任何资料都没有哦。那你今天你还引经据典，还把那名字写出来，那别人当然要抗议啊。所以我就觉得，有很多抗议的有一段啊，是说他中间有用上下引号的。对。那在我们媒体界，就是上下引号是原文的意思。对。姚然多就讲说，他没讲过的话不要塞在他那里，这也是他。很不爽的一段，他讲说，而且那个原文我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记得原文，除非当时有录，对，要不然的话，经过这么多年，原文就是连知乎者也都一样哦，对，那才叫原文哦，对，像我们在写书，在引用，例如说是例如说川普说然后引号，对，那一定要有那叫原文啊，他的网站啊哪里，或者说据了解，川普说但没有引号的话，那可能还 OK 一点，对可能是我引用嘛。你这样直接用引号，那就是他嘴巴讲出来的嘛。所以为什么姚然多会生气？姚然多也是在学术界的啊，他是我们这个清大的这个教授嘛。所以当然他会觉得说这就侵犯到，他会觉得不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是小英会邀请姚然多去请黄国昌，是因为那个劳基法。他希望沟通嘛，所以才透过也同样是在学界，那个时候姚然多是在当总统府副秘书长嘛，但是这件事情对，当然他后来他当时当这个副秘书长，后来那是2018年1月的时候，后来这件事情对他我觉得是有伤的，为什么？因为他6月份就离开了总统府副秘书长，他去海基会，对，当这个秘书长，表示怎么样？
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他在总统府的这个副秘书长的这个2年啊，他觉得应该是他最痛苦的回忆啊。那当然他也把那台载过黄国昌的那台 Toyota 也卖掉了。反正他那个内心的伤痛是非常的这个痛不欲生啊，所以车也卖了，工作也不要了。而且姚文多其实他到海基会到小英第2任，其实他可以再干下去的，他就回学校，他就直接就回清大了，所以他等于说就是在政界就是4年，表示他对这个政治他没有什么不是那么喜欢啦，他还是希望回到学校去。所以我觉得他对那你今天你黄国昌你不提也就算了嘛，姚文多也虽然我们说吃饭的饭局有提一提，他抱怨一下，可是你今天黄国昌你自己讲，把他挑出来讲，而且满都是谎言，那我觉得难怪姚文多动北调嘛，而且那时候黄国昌还说，他说如果充分讨论后表决我们输了，我们会认，他说这就是民主嘛，他表示说，你要用表决，你不是要走街头运动啊，结果呢，你跟小英讲完，你立刻就跑去总统府了，那表示你当初是不是说谎呢？你跟小英讲完，你立刻就跑去总统府了，那表示你当初是不是说谎呢？第二，你说要走议会内的表决啊，结果你是走的体制外的抗争啊，那这就是，所以说，而且小英当初听他讲完之后，他打电话给那个负责人，就是说我们想跟你沟通嘛，他说不用，他说不用，他说我们这个我们不用再沟通了，表示他这件事情他已经接受了小英的观点了嘛，结果你一出去官邸之后，你又开始反悔了嘛，就一连串的就是不断的在做反悔的事情嘛，然后他还说是这个姚文多叫黄国昌下封口令，那姚文多说我怕什么？是你要怕啊，因为你等于是被走按密室协商，对，密室协商啊，你等于被小英摸头啦，所以那是你怕这个事情讲出去，干我姚文多什么事？这逻辑才通嘛。不过现在看来，来淑慧，我们先讲，其实太阳花学运对国民党的执政的过程，甚或到后面影响很大。太阳花学运到后面，包括2014年选战，2016年一路下来，其实对国民党影响很大。对。但是现在，当黄国昌出了这本书，国民党看，因为现在蓝白合是主轴嘛。对你们来讲的话，你觉得国民党为什么黄国昌在这个节骨眼选在2026东风吹战鼓擂的这个时候，他要出这本书？你自己觉得他目的到底要干嘛？帮民众党的候选人吗？还是对蓝白合的声量或是实质的票会有帮助？当然，2014年太阳花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北市政府哦，那我们负责的就是周围维安的事情而已。但是之后确实看到政治出现一批所谓的太阳花新贵就是因为在太阳花得利，然后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人不管是那个时候的时代力量或是柯文哲尤其是太阳花冲击到国民党非常多的年轻选票支持者。我记得那一年柯文哲的最后的竞选口号就是这一票听孩子的那这个一出来，我就跟国民党对那时候连胜文竞选总部说。我告诉你完了因为孩子不一定会听父母，但父母真的会听孩子的那他让年轻人有开始对政治有一些参与、关心，甚至有一些想法这是我觉得太阳花运动所带来最深远的影响那黄国昌的新书我其实没有看过，但是我从他里面叙述的这些新闻叙述，我觉得他比较想要这本新书比较强调的是他如何屹立不摇、立场如一的这个监督民进党不管他是在时代力量或者是说此刻他没有因为他当年是绿油油，他就放弃监督他的监督执政者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其实这个是困难的，要坦白说如果他当时也选择跟执政党靠拢的话，我相信他可以获得到的政治利益也是庞大的你看，像林昶佐可以不用选，依然有关注跟执政者靠拢，当然永远就有好处嘛官位的分封甚至选区都可以礼让你了所以你说对黄国昌主席来说你说他个性比较北骨也好，或是硬骨也好，他就是始终要跟执政党
这个站在不同的立场哈。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就反对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就反对民进党，永远跟在野党站在一起哦。我觉得这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啦哦。这个很令人敬佩。对，但重点是写出来的东西，对，当然要符合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写出这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风险啊，就是我们每次都说你写出来的传记或是什么，如果当事人都还在的话哈。确实是很大的风险。我们有一个台北市议员呢，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号人物。他说：“我一直想帮我爸爸写回忆录，可是那一些老伯伯就这些老伯伯他爸爸的那些朋友，有一些还在，他不敢写哈，因为写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些争议嘛哈，甚至就算是当事人过世，他的后代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像那时候拍这个林家这个案子的这部电影啊，当事人都还在，你要么你就得到当事人同意完全的内容，要不然你一定会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现在有一些有这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很多当事人跳出来说我不是这样的，当年不是这样，印象不是这样。那黄国昌既然敢出这本书，他就必须也要一一的拿出证据说没有就是这样哦。那这本书就变成现在大家讨论的重点。不过我觉得歪楼歪到说送书哈，代表有一定的含义。不要忘了，一堆政治人物选举都要先出书所以要怎样？那个。先出了书，然后所以你现在说送就把书给出掉啊，是这样子吗？那他出书的时候，他是不是本身也要自己有很多书在？好，他是不是要到处一直是送书，甚至你是说阿川刚讲送100本？对，没有啊。那如果赖清德当年选总统也出书，请问他是会送给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还是送给他自己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难道他每一本都在送书吗？哈，我觉得这个又是太无聊、牵强附会。所以请问一下，川博今天跟黄国昌，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今天有合体嘛？对，那个合体大家一定就会看说，那个时间就像川博上次跟那个郑丽文一样，大家会算，对，将军他们都会看着秒去算。那今天也有人要去算这些，你觉得那个对川博来讲的话，那黄国昌要帮他成立后援会，又做了一大堆这些，对他来讲是受用的吗？对川博，我先讲，大家去算说川博这边只有20分钟，但是你不要忘了，那个所谓后援会是继，也就是它是附属的。它主要是民众党新北市议员联合竞选总部，即李四川后援会，所以李四川后援会那是附加的啊。那主要是帮他们民众党所有市议员候选人联合竞选总部。事实上，现在川博已经一直在帮民众党市议员在辅选了，甚至他们的行程都是联合的。譬如说，川博前2个礼拜到这个内湖跟汐止的交接这个福山街那边的时候，他后面除了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以外，也一堆民众党的新北市议员所以这个就是蓝白联合竞选的最好的这个证明嘛。那民进党一定会一直说，哎呀，现在黄国昌对川博来说是负面的因素，这是民进党的说法但是每一个党都会自己去做民调一定是合则两利选举一定是这样啦，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敌人好一票就是一票啦如果一直去切割，不要我不要你我觉得你会扣分的话，那我不觉得这样一场选战是会赢的包括现在这个苏巧慧也是啊，沈伯洋也是啊，过去他可能避免接触的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可能都会去接触。这就是选举的常态，然后一直去算人家会不会扣你的票，我觉得这种算法太功利了。OK， 选举真的就是多一票就是一票。但将军，如果真的讲黄国昌这本书，当然里面也提到，包括他占戏子啊，说很多这些过去的事。除了这个，当然你就会看到说那时候戏子审发会，大家又把那一段拿出来讲以外，刚才石会长这段。多一票就是一票所以很多对国民党的人来讲，黄国昌出的，尤其对民众党的小鸡，你换一个角度去算，黄国昌这书出来，民进党的人民进党的人骂他，时代力量的人骂他，骂的越多，会不会我不讲那个书的那个销量了，而是绿营的人会讲说，白营的人会讲说，好歹大家有讨论而且对议员来讲的话，多席次。他可能5%他就上了，对，我就让你们大家讨论，我就让你们大家骂，但是就是有那一批人会挺他，对，你骂越凶越有人挺。黄国昌是把自己绑在船上面当箭靶，对，就射了以后，让所有的下面的小草小葱也许都有票啊，对。那么国民党的议员呢？对不对？同选区国民党议员怎么办？你黄国昌出这本书，把所有恩人仇人全部打得一锅粥了，乱在一起了，所以很有声量啊。
对于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很棒啊。你看黄国昌牺牲自己照亮大家，对不对？很棒啊。那国民党的议员呢？国民党议员是同选区，他们抢的是同一块的，是同一块的。那国民党议员怎么办？国民党议员是同选区，他们抢的是同一块的，是同一块的。那国民党议员怎么办？所以我才说，民众党成立那个什么新北李四川后援会，那根本就在抢李四川的选票，投给他们的小鸡，就这样子而已。那你国民党的议员开不开心？同一选区，可是川普也不能不去啊。那他不能不去，川普就是已经钉在板子上了嘛，横竖就要走到底了嘛，他必须要选到底啊。所以我才说有一优就有一弊啦，有一好就有一坏啦。那么同一选区，国民党议员的候选人绝对是揪心啦。我们在地方议员选举多席次的选举，那个打得最凶的绝对不是同一派系的。你说绿的没什么好打，蓝的去打绿的，绿打蓝，在地方选举很少，都是自己打自己啦。对，因为抢同一挂票，你只要抢到他2%票，你就过了，他就下去了嘛。所以选议员没有在对打的，所以你看到各区的议员没有蓝绿互打的，没有，都是自己拼票。那么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属性不是一样吗？他们抢的是同一块选民嘛，对不对？你说叫国民党去抢绿的，民众党去抢绿的，不可能。那所以我说黄国昌这一次出的书，他的目的跟郑丽文到美国一样，那是什么？是引战，他是引战，就是引战。如果这本书出来没有争议，黄国昌这本书白出了嘛？就是要有争议，引战才有讨论点，讨论点他才能够帮他的小鸡造势。所以你看，这个黄国昌这本书出来就是跟所有人引战。你看吴峥难得发这么大火，我很少看到吴峥发这么大火。王义川很少气到脸发红，他最生气的是对王义川话那一段。对，王义川话其实王义川应该是高兴的啦。他变成一个代表性嘛，一个典型，对，被一个典型，好高兴的，蛮好的啊，对，王义川话，可以当立委啊，王义川话可以这个自己开频道啊，王义川话，你看这么多节目邀请他去，所以黄国昌是羡慕的啦。那我们没有，如果被讲到黄国昌话，可能会不高兴。那可以看这里面，他惹的人可多了，他这次连省发会都被叫出来，这是重提2016年的往事啊。2016年，黄国昌是这一辈子唯一参选过一次，而且选上的，他再也没有参选过了吧？对不对？没有再参选过公职了。这一次如果不是蔡英文当时的主席披荆斩棘，礼让黄国昌选得上吗？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了，说我当时准备宣布前的1-2天，一场意想不到的会面，让我见识到政治丛林的险恶。他里面讲说。当时时代力量创党的党员林玉荣也就是林峰正的哥哥，然后后来把我找到他家去，说民进党在汐止原来有意参选的叫省发会，想要跟我当面谈谈。那想说我这政治的前辈，我就去了。一走进林家不得了了，他说我吓了一跳，心都凉了一半。在场的不只有省发会还有一群新潮流的人，那气氛不像协调，像一场帮派谈判。充满了肃杀之气，甚至带着一丝黑道的味道，怎么样？骂新潮流。然后呢，他说，事实上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先前有个叫陈文彬的人就已经跑到时代力量，居然把我骂一顿啊！凭什么？好好想一想，你要跟新潮流为敌吗？他说，我只当时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在林玉荣的家这一晚，那一场是警告的扩大版，有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还有省发会当时劈头就问：你赢的策略是什么？语气中没有讨论的空间，只有命令跟质问，接着宣示主权。这个位置是我的，应该由我来选。他随后他冷冷的补呛了一句，那句话黄国昌到今天都还记得，充满了江湖气。如果你没有选赢的话，你要赔，打破要赔，你赔得起吗？各位，这是黄国昌自己写的他完全没有感谢2016年，最后省发会让了没有？让了。最后黄国昌选上没有？选上了。如果当时黄国昌对这一场所谓江湖甚至有黑道意味的谈判这么不爽，我们认识的黄国昌应该说什么？拉倒，不要让，我们一起出来选。
省发会选手发会的，我黄国昌学黄国昌了，看谁可以上，对不对？直球对决，你还不是吞呢？你写的这么伟大，你不是吞呢？黄国昌有翻脸吗？黄国昌有把省发会屌一顿吗？黄国昌当时有出来踢爆说有一个人搞了一个像黑社会谈判式的一样。你2016年你的英雄气概嘞，你还不是吞了，对不对？等到10年后的今天出来放马后炮，出来放马后炮，你当时为什么不讲？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你心里不爽，你当时为什么不讲出来？只有一个原因，想当官，他就想选立委，错过了这一场，不吞下去，他立委根本当不成。所以黄国昌，你把这个事情揭发出来，把4个字送还给你，臭不可闻，臭不可闻，这就是黄国昌。当然你说这本书那接下来在国内政坛会引起什么样一些的风波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更重要一点是，而且实打实的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访问的一个过程当中，从包括发言内容，从媒体，甚或连美国一些媒体对他所描述的一些内容，都引起了大家非常大一些的讨论，甚或直接或间接会影响到2026跟2028。郑丽文主席在里面也提到了那所谓的新两国论这一段。但是美国的媒体那也有点名郑丽文主席，甚或有媒体是直接用他说他是北京的人，为什么呢？让你看一下，来，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的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导致国际社会高度焦虑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必须扭转乾坤，证明给世人和平的这条道路永远存在，对不对？She's the head of the KMT, the Kuomintang, the main opposition party, and she effectively controls Taiwan's legislature, which just blocked enhanced defense spending bill, which basically prevents Taiwan from building its indigenous weapon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ashington does not like. Obviously, she's a China person, and she's big time. She's Beijing's person. Yeah. In Taiwan. 任俊是那个字讲的够直接，够重，Beijing's person， 他直接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可是用了这样一个词，然后但是郑伟，你看他在讲的过程，好，他批评了赖总统的新两国论啊，然后两岸之间什么什么。那韩国最近不是因为大选，然后一些选票的一些争议，是。那李在明除了出来道歉以外，他夯不啷当讲了一堆，他突然讲到一个没有，那世界上那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然后最有可能他说不是南北韩呐，他说是台湾呐，他们是把我们拿来当挡箭牌，可是你现在看起来的话。郑丽文说他要了和平，但是连美国的媒体为什么会直接用北京的人来形容他？我就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到底什么地方最有可能发生战争？就我们曾经在以前节目谈过这个嘛，全球有几个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区域，两岸也被视之为叫一个啊。刚刚的那个说法，Beijing's person， 其实后面还有2个字，in Taiwan。我认为北京的人这件事情，跟北京在台湾的人的这件事情，后面的杀伤力其实更强。因为他最后在不断复述里面，他最后补了一个在台湾。当他是北京在台湾的人的时候，他真正会影响的就不是这个主播对于郑丽文的评价。而他会被认定是，那在政治上面，郑丽文今天所有的主张，包含到他所谓的为了两岸和平而做的努力，究竟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还是站在一个北京放在台湾的人的立场？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往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国民党有多少人因为郑丽文的言行而被在不管是政论节目，或者在私底下，或者在街坊巷弄的谈论之间被问到，请问国民党现在跟郑丽文之间的等号是什么？因为当郑丽文今天口口声声说，我如果没有正习会，我就是个阳春党主席。那就算建完了正习会之后，请问，那你认为你不在阳春了？你今天可以加料，你今天可以加肉，你今天可以不断的加东西，那东西谁给你的？是台湾人，因为你看了习近平之后，愿意给你这些，好，你再也不用点阳春面了啊，50块阳春面不用了啊，你今天来就大鱼大肉给你。
还是这个大鱼大肉来自于是因为你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习近平愿意给你，让你觉得，哎，我今天讲话有底气了，我今天有大声了。这就回到他这一次到美国去哦。其实你如果看国民党过往到现在的论述，郑丽文的美国行究竟想达成什么目的？当时在丢出这个美国行议题的时候，你光看哦，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你如果把那一段时间，其实是最早是卢秀燕嘛，卢秀燕丢美国行嘛。然后卢秀燕当时去美国行的时候是讲了一个事情嘛，希望让这个所谓的以美的声音能够让美国理解嘛，国民党不是这样嘛。结果那个卢秀燕回来之后，不是就谈军购吗？他那个钱一出来之后，隔天开始郑丽文我要见习近平，然后没有多久马上丢出一个虚幻的议题是郑丽文6月份的时候要访美，那个时候丢出这个议题的一样是乃金啊。大家就问说，那你访美的行程，因为你敢丢，老实讲，通常都是你丢了之后通常就是已经有在接触。结果国民党当时被问到说，没有，这是我们在规划中的事情，但我们依据规划，好，那也没有关系嘛。郑丽文不是也是试图去告诉大家讲说，我郑丽文的路线不是只有亲中，我跟美国一样可以有交流。但我就问一下嘛。从郑丽文出发到美国到现在为止，他所有公开的言论，他所有在那边表达的，请问他哪一点没有从北京出发？他都跟大家讲，就说我中国国民党要扮演这个角色。我跟你讲，那你把这个所有的善意建筑在，你把所有的认知建筑在你跟习近平单独的会面完了之后，而你就觉得不一样了。他称赞的不是习近平他称赞的是我郑丽文的地位不同了，我郑丽文的 level 不一样了，我郑丽文接下来可以讲话了，所以我可以跟美国讲说，我告诉你，其实你搞错了，中国不是你美国认这样，可是他可能也忘了一件事情，川普才刚跟习近平见完面，他会不知道中国要什么吗？习近平直接跟美国川普谈的，会跟你郑丽文谈的，会有你郑丽文得到资讯比较多吗？我很难理解，我很难理解，所以当郑丽文不断的在美国这个行程里面，你会发现他真正大吹大擂是在侨社，他原先寄望跟所谓的智库去进行所谓的交流，从后来国民党不管你是低调，还是你今天看的那个论述立场，你就会发现郑丽文似乎想要去告诉大家的是，他想要说服美国是不对，你们搞错两岸关系了。郑丽文似乎想要去告诉大家的是，他想要说服美国是不对，你们搞错两岸关系了。两岸关系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两岸关系也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么紧张。因为只要我郑丽文存在，我就有办法让这些东西都不要。所以你的第一岛链防线就别了，我们就大家和平繁荣共同了这个创造经济之链。这是郑丽文不断的把自己的形象跟他这个人往上拉。我比较好奇的是，对美国的这个学者上面来讲，以前老实讲会谈论台湾，很少会对在野党的领导人或者是这种政党领袖直接下一个定义，认为你今天是站在对台湾来讲是具有威胁的国家的那个的代理人，而今天真实的就这样一个评价出现。苏慧，第一个，任俊刚刚讲说，郑丽文所有发表的那些内容跟国民党可以画成等号吗？第二个。当美国福斯那个主持人他们直接用了中国的人、北京的人，有很多人会问说，国民党需要针对这些出来请他们不要讲这些词或什么吗？需要叫他们更正吗？然后这整个看起来，当郑丽文声势这么大，他前几天只不过讲了一个就是2026胜选以后，接下来就要准备2028什么的。然后媒体就直接下一个标讲说郑丽文松口2028，然后你们的文传会还要直接出来讲说没有，他是在讲政党希望拿回什么。可是你当弄成这么震天尬响，很难不让人把2028这一战直接拉进来讨论啦。先讲这个刚刚他不是一个学者刚刚说这是学者对他评论，不是，他是美国福斯电视台的一个资深的主持人啊，对啊，因为刚刚任俊讲到说学者对，没有，我讲的是不同的事情。我刚刚最后讲的非常清楚，是一个主持人他下了这样一个定论。对，跟你前面有讲学者没关系可以倒带，因为那是不同的位置。好，那福斯电视台熟悉美国的媒体都知道，它跟台湾一样他们美国电视台也有长期挺民主党的，长期挺共和党。
福斯电视台传统上它就是比较保守跟右翼的，然后它的反共立场也蛮强烈的，尤其是这一个主持人，他本身的反共立场更强烈哦。那你说国民党要因为外国媒体的一个主持人讲了一个我不爱听的话，然后就要去提出更正？我想民进党也没办法，过去民进党很多政策，国外的媒体的报道也不是那样，我们也常常问说，那你要发国际记者会啊，你要发国际新闻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针对全球所有媒体，甚至所有这个主持人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然后个人的错误认解，就去说啊，你要更正，你要什么？你不要叫他更正，你可以跟他抗议，对，可以跟他说我不是，就好像我觉得今天媒体上面说郑丽文是不是有跟一个中共统战官员？然后参加他的乔宴，国民党马上发了一个声明，讲说没有，那个名单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只是在其中一桌是敬酒的时候，大家拍了个合照。你们可以跟他讲说，郑丽文不是老共的人，不是什么，因为如果不讲，对，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接下来民进党或所有的人，他会直接在接下来的选战里面，直接大辣的说，连国外媒体。美国的媒体都说郑丽文是老共在台湾的人，他一定这样用啊？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啊！因为像这一次郑丽文访美啊，包括说美国的智库啊，包括说一些大学的评论老师平台都肯定他这一次的访美是带来另外一个和平路线，可以给美国参考或是了解啊。另外，其实美国其他的媒体也都只是如实的报道哦，中性的报道，但只有这一个主持人哦，那他就是作为美国福斯电视台一个主持人而已。那你说国民党要不要吵架吵到美国去？那我觉得党中央的文传系统当然可以去评估。那至于于国良这件事情哦，第一个我们也看到侨界也已经声明了，说第一我们没有邀请他，好，是不是自己买餐券进来的啊？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也没跟对，他也没跟郑丽文同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像我就是透过 ChatGPT 去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哦。那你只能说他就是当地的一个长期不管他经营媒体也好，他对于社团的热衷，然后对政治的参与他都有琢磨。那他是被大陆的所谓的侨联系统列为海外委员，那侨联系统是不是跟我们的侨委会很像？就是对于海外我们的侨胞只要是德高望重或是有热心参与侨务的，是不是都会被有一个这样的勋号头衔？我不知道，但他简单来说，他就是大陆侨联系统下面的海外委员来轮去对吧？这个当然，苏慧其实完全没有回答这一题在问什么啦，哈。就说那一句话是不是主持人是学者？我刚才讲他是第一个主持人，但其实他不重要。为什么？郑丽文曾经放大一个美国学者说，认为他可以去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自己大做文章。可是今天这个的议题争议来自于是，当郑丽文大幅度的对外去宣扬，当他跟习近平见面完了之后，他认为他其实可以相信习近平，而且认为两岸可以因为这样走下去。请让我举出一个报道，这是在2024年的时候。当我曾经讲过，马英九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讲过要相信习近平？我给各位看哦，当时的中时新闻网的报道，采访的人是时任台北市立委候选人苏慧啊，应该也是就同样嘛啊。被问到是不是要相信习近平的时候，由苏慧当时表示自己不会相信只见过一次面，互相不了解的人，所以他认同赵少康所说的，不能满怀恶意什么都不信，也不能不怀戒心的全信啊。这当时中时的这个报道是这样讲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上个礼拜提出这个问题嘛，马英九在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就是说相信习近平，国民党后来整个跟马英九切割。今天郑丽文一样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郑丽文也不过去见了习近平一次面。回来之后，不管在国内大包大揽、大吹大的，然后到了国外一样是这个论述。国民党没有一个人敢用当时讲马英九的话出来讲郑丽文，是因为郑丽文现在是党主席吗？是因为郑丽文现在他背后有一个，因为他见了习近平，所以他敢公开讲说我不阳春了。那个话，我老实讲，我根本不认为他在跟其他人讲话，他对话的对象就很简单，国民党的人。因为我见了习近平，如果当时马英九见面，这个的言论不是只有苏慧当时讲哦，我是比较坏啦，我故意挑一个，就刚好 Google 了一下，
就是说，当大家在当时都认为说马英九单独只见过习近平一次马习会，然后就讲说我要全台相信习近平，我都还帮马英九解释。马英九当时的前言后语是说，他两边都是领导人，如果我谈两岸和平，我不能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我怎么谈下去？结果国民党在那个当下都跟他切割，而郑丽文今天那个依据是什么？他完全没有依据我们今天去评论说美国怎么看，我们需要为了美国讲说不需要，对不起，你真的不需要。那个主持人可能不重要。那个学者也不重要啊，但郑丽文觉得重要，只要吹捧郑丽文呢，他就大肆的连那一天佩君都在这边讲说，他看完前文后语也发现那个学者不是郑丽文要表达的意思，那郑丽文也把他正当权益讲，所以我就回来这一点就很简单，他想要在侨社里面，我老实讲，他其实试图在搭一个风向，就当然国民党希望赢得政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政党操作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他所有的依据其实是你真的会发现到，那你讲一个更具体的东西，他其实没有，他其实是空的而且这整件事情，你看郑丽文在侨界这么受欢迎，当然刚才淑慧有解释，那个人他可能买餐，而且媒体上报道，郑丽文这个餐券还有很贵的，还有一张5000的，一张1500，我们讲的是美金哦，对，可能对，很多的这样接，所以在侨界这么夯成这个样，对郑丽文来说，当然你说过程当中有1、2个像这样的人。那很稀奇吗？所谓讲说他可能就是自己来啊，然后或是侨胞邀一下就来啦。而且郑丽文声势这么大，所以难怪他讲什么话洞见观瞻。他如果说一个接下来要准备2028那些选战，大家就讲要选了，松口了，要选2028了，不就是这样吗？对啊，我们都去过侨界这种餐会啦，去吃饭是要拿钱啦。那跟这个主要的这个演讲者或什么坐在同一桌，那个更贵啦。那其他比较远的，有些是一次就买1桌啦，要有一次是买1张啦。所以这个人去到那里，这不是去网络宾馆大家自己去买啦。这个餐券没有对外卖的啦，这个餐券就是大概都是用分配的啦。你们这个，你就国民党比较熟的侨界的，对啦，都是这样啦，不会有上面网络上去卖说你要跟郑丽文，他们很多都是在赖群主问说谁要买，对啦，但是那个不是一般路人可以买的啦，赖群主一定是熟的人，对啦，那比如说假设我买了1桌就10个位置嘛，那我只有1个人嘛，那我就约另外9个嘛，所以这两一定有人招去的啦。一定有人招去的啦，只是讲今嘛无人要讲这两项的尔，其实我觉得也不重要啦，因为这个就是郑丽文刚好进到那一桌，然后那就靠过来合照嘛，就这样，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这个餐会渗透的人很多啦。我交韩国人去英国、法国的时，那餐会嘛是，我嘛知对一个是尿白啊，我哪唔知，迄内底拢有啦，迄加减啦，迄拢还好啦。然后所以这个美国主持人说，伊是阿强的人，伊是北京的人。然后刚刚在问说啊，这个是怎样？是在抹他是不是？没有啦，搞不好郑丽文很开心呐。我是代言人，得到美国媒体的承认呢、认可呢，这有什么问题吗？伊不是讲一个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习近平好像给他一支令旗圣旨道嘛，那对他来说是一个肯定啊，他也不会出来否认啊。所以台湾在国民党的台湾点点，郑丽文是很开心的啊。哪一个在台湾的国民党的得到北京肯定？你搞我讲，เขา再连检嘛不啊？只有郑丽文拿到令旗啊，他拿到令旗，所以他到要出门前才呛这个美国第一岛链嘛。只有郑丽文拿到令旗啊，他拿到令旗，所以他到要出门前才呛这个美国第一岛链嘛。没错，我这样讲都是客观事实啦。郑丽文去瓦固啊，郑丽文到今天去已经第7天、第8天了嘛。6月1号去，他有见到了什么样的智库？美国学者后来说服了这个美国的学者，说服了美国智库，说服了美国的参众议员，说郑丽文讲的对，第一岛链把它毁掉，有吗？没有啦。各位有没有发现，郑丽文自从去政协会回来之后啊，没有人骂郑丽文了。你有看到任何一个国民党吗？有吗？国民党任何一个人在骂郑丽文吗？一个都没有。郑丽文从政协会去到回来的，讲的任何的话，包括呛第一岛链的这些事情，不管你是亲美了、亲什么的啦，这些人一堆都没有任何一个人骂郑丽文。代表郑丽文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
已经就是说融合到说国民党也认可了嘛。刚到讲这个美国这个福斯电视台这个主持人反共，反共不是做侪国民党的拢袂嘛。所以这条国民党算统一阵线的呀，就是反共啊。这个反共啊，这主持人反共的啊，所以国民党不是反共的吗？国民党起码无反共啊吗？所以这个国民党起码逻辑有一条错乱的原因，就是讲。嘛唔知要安怎呢？郑丽文都得到北京的认可，代表北京去到那里了。现在到底要怎么谈这件事情？也不能骂郑丽文，去骂郑丽文好像也不对不骂呢，不骂也不对。所以郑丽文现在，我想郑丽文去那里完全代表国民党。国民党到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骂郑丽文这7、8天的言论来说，我先回应刚刚任俊讲那个2016年那时候我的那是2020不是2024侯友宜2024那一次，就最后一天马英九没有上台嘛。对，那个时候当我被问到的时候，我的态度是这样。今天你再来问我，我的态度还是这个样子。你要交流，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没有全信，也没有都满怀恶意的不信。对川普也是，对习近平也是，所以同样对川普，也不是川普说了，我们都要照做。台湾的利益是什么？每一个人跟你讲的话，你都要去思考，你要信哪个部分？你要信的永远是对台湾有帮助的就好了，不用全信，但也不用满怀恶意，什么都往最负面的去揣测，因为那样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交流啊。刚刚这个。计算委员很奇怪说：“哎呀，你们国民党怎么没有人在骂郑丽文？”他说：“你们反共跟那个主持人应该同一阵线。”就像你们民进党也没有人会一天到晚骂赖清德啊，赖清德的立场也是变来变去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务实的，对啊，就是我们的立场。那他讲他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讲他亲中爱台，就是我们的立场。然后现在又放弃台独，所以你们也是，我们也没有人反对他。变来变去，你们就一直在支持他。我们没有人反对他，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现在不反对郑丽文变来变去的时候，因为赖清德在上面，你们就不能反对他。但是当赖清德跟蔡英文之争的时候，你们也会去选择支持蔡英文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去蔡英文赖清德争什么？2020年嘛，对不对？2020年党内初选，青睐的时候，不是党内初选，大家竞争啊。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质问别的党说你们为什么要一直骂不骂自己的党主席？那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去质问说你为什么不骂你自己的党主席？我把这讲清楚啊。赖清德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兼党主席，他讲的我们支持嘛。我说现在郑丽2020他讲的你也支持吗？你先听我讲嘛。我说像现在郑丽文是国民党党主席嘛，现在国民党全部都支持了。这不是很好吗？我要说，这不是很好？所以国民党没有人骂他，没有骂他，有看到谁骂他吗？没有啊。那为什么要骂他呢？他主张的是和平交流，为什么要骂他呢？骂他说你干嘛去和平交流吗？要骂他什么呢？不该和平交流吗？台湾本来就可以有2个路线嘛，一个是抗中路线，一个是和平交流路线。可是包括第一岛链也是吗？那我觉得第一岛链那是他个人的意见我必须要这么说啦。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你如果严格来说，真的要去，我自己知道了。对于两岸和平交流这件事情，国民党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什么是当前国民党最重要的路线，我觉得是有不同的想法的。有人会觉得两岸很重要，国民党要一直去往两岸的这个重点去发展要去营造国民党是最有能力搞好两岸关系的。但是也有一派是像我这样比较公务人员体系，我觉得国民党要多走民生法案路线，重新去找回过去人家认为国民党是最能够治理、最能够发展经济的这个荣获党内有不同的想法，但是那是我们每一个民意代表或是县市首长他在从政的取舍我是要一直谈两岸呢，还是我还是去谈这个民生跟政策？但是不代表他们两个是互斥的。但是他会进入一个最现实的事情，就是年底选战。上礼拜3的时候是善后之吗？后之直接在我们节目里面，他还直接问了所有的人，讲说郑丽文有哪一个要参选地方县市首长的？你们俩应该也在吧？在那天说哪一个要参选地方县市首长的人会很开心的欢迎郑丽文去帮他站台，哪一个要选的会这样？他叫现场的人告诉他，他的意思就是说，郑丽文的这些言论在年底的县市首长选举，议员我们先不讲了，县市首长选举他觉得会帮国民党败票。我自己揣测讲白话文，他的意思。您刚刚讲的那些，当然都是这样。可是很现实会出现的就是那些言论，它会不会出现对国民党在年底的选票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会不会？我老实说啦我听
南部的民代奖哈，我觉得对南部是有影响。南部对，因为南部对于这个国民党本来就疑虑比较深嘛，啊，对于大陆的疑虑也比较深，所以郑主席一直去走两岸路线这件事情啊，在南部来说，好像是对选情比较影响。但我自己在台北，我认为马办的风波对于选情的，对，因为它是直接冲击到我们自己支持者的厌恶感，就是不要再吵了哈。对，所以会不会再吵就不投票？有可能，有可能。对，国民党支持者很容易，就是因为对，很容易检验自己的政党哈，没有民进党支持者这么的这个忠诚的支持，这个是我们很羡慕的地方。国民党支持者蛮容易检验自己的。所以你说郑丽文主席到了年底会不会有县市首长跟他同台？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到了大型造势场合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党主席，他就是三军大元帅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切割就可以切割掉的。你既然挂了党籍，你就不能再挑三拣四的嘛那每一个人当然可以去对自己的选民做论述当然我觉得也不能说去切割或什么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将军。郑丽文主席的这些，不要讲说2028他有没有野望在2028这一块了，那要先打完2026嘛。而2026这一仗，绿营现在已经直接放话，他们保五就是他们现在执政的5席。我们本来都在讨论，对国民党会不会像彰化、嘉义市跟宜兰会风险比较大。现在绿营是直接把新北也纳进来了。是啊，所以也就表示绿营觉得胜获好像今天是在高雄吧？黄捷现在接民党高雄市长副主委嘛。他直接讲的是有郑丽文来帮忙，我们就会赢，就他们直接喊这样的口号。那他们的利基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显然也是因为一连串的一些郑丽文主席的发言或者什么，让他们会有这样的底气做这些，是吗？是啊，我刚才讲黄国昌的时候讲过，黄国昌出这本书的目的在翻脸那么郑丽文到美国的也是在翻脸，跟谁翻脸？跟所有反共派的人翻脸。郑丽文到美国的也是在翻脸，跟谁翻脸？跟所有反共派的人翻脸。中国国民党党章里面就有反对共产主义，那所以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当然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啊！你反的是越南共产党吗？古巴共产党吗？没有嘛！中国国民党党章上面写反对共产主义，开宗明义的那个就叫做中国共产党。那请问习近平什么党？习近平是你一辈子党纲里面要反的人呢，郑丽文却把习近平当他的贵人。主委刚刚讲了，他们的重点是在和平，就是两岸之间要和平。你不想走共产主义的路线，跟你必须要迫于现实跟他交流，那是两回事。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总也反对帝制专制国家吧？我们还是得跟史瓦蒂尼建交啊。好，但是没有代表说你就要去采取这种没有，史瓦蒂尼有没有要并吞我们？史瓦蒂尼没有要并吞中华民国吧？没有要并吞台湾吧？可是你们中国国民党所反的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他是一辈子要并吞台湾的人，那不叫统一，那叫并吞。但是郑丽文到了美国去，一直在强调，他说我们的宝典，两岸和平的宝典，一中宪法没有一中宪法，你为什么不讲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一中宪法，就叫中华民国宪法。这个我同意。那一中是什么中？你讲的一中是什么中？是中共国吗？还是中华民国？没有一中宪法，就是中华民国宪法了。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是唯中华民国，其余者不承认。那你去跟习近平谈，你承不承认？你称他为什么？习总书记，对，还不错。他没有要做习主席就完了。主席是国家主席，习主席就是国家哦。所以郑丽文这点至少还讲做习总书记，所以习近平要不要不高兴？他没有承认你是国家领导人呢，他只是说你是个共产党的主席，这个总书记而已。所以你讲的9·2共识，朱立伦说过就是没有共识，就是糊弄人的嘛。9·2共识就是糊弄人的。朱立伦在当主席到美国去讲了，9·2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然后最后讲到说两岸同属一中。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他到了美国的侨社，这么多老华侨支持他。大家知道，我也到美国旧金山、到洛杉矶，还到很多地方，我都去访问过哈。那个老侨社的老侨民，他们是什么时候移民到美国去的？1949年之前，很重要哦。他们从中国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发展的时候，是1949年之前。他们的中华民国跟我们的中华民国不一样。
他们的中华民国是秋海棠。OK， 我1968年出生的，我的中华民国叫台澎金马。哦，所以同样的中华民国，在美国的老侨脑袋里，跟我们这种中华民国派的台澎金马派的不一样。他们讲的就叫做秋海棠。到现在为止，他们连蒙古都认为是他的。对啊，他们不是老母鸡嘛？他不是老母鸡，他连蒙古都认为是他的。所以说，你到了美国去，为什么郑丽文的言辞受到赞赏？他们认为郑丽文所讲的中华民国是秋海棠。那以前每一个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到美国去讲，都叫做台澎金马，坚守和平阵容，互不侵犯。两岸和平共处。所以老乔还觉得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没有，他们有没有三民主义我不知道，他就是秋海棠，中国就应该那么大。秋海棠是我们还是中国？对，秋海棠是我们的。他认为是中华民国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不管你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领土之完整。我可以补充，就是领土之完整。当年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我们到洛杉矶去啊，所谓的老侨哦。很多其实真的是香港人、广东人那他们真心认同孙中山跟中华民国啊，他们不是，他从来没有到过台湾，也可能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但因为孙中山是广东人，所以他们真心认同大中国。没有，他们认同中华民国。没有中华民国，他们老侨的那个真的都有国旗。没有在他们老侨的心目中，所谓的中华民国就是大中国。OK， 那大中国等于青天白日满地红，他们想法是这样。所以你跟他讲说没有中华民国在台湾，他不同意。你跟他说我们现在只有台澎金马，他也不同意。他的想法就是要大中国。你真的有跟老侨接触过？接触过就跟他我刚谈过。OK 啊，我刚才谈过，他跟我谈很多。因为你知道，我们到美国去不可能只接触台侨。那个所谓的中国的老侨，我们也会接触过。那我要告诉大家。但是这一点，郑丽文巧妙的运用到了，就是他们对于笃信大中国，就是所谓的秋海棠的，他觉得哇，郑丽文讲得好，历任党主席都不敢讲，你敢讲，所以他们沸腾开心。可是郑丽文，你知道老乔所讲的，你讲的大中国，绝大部分是符合了习近平的意，因为现在大中国除了外蒙古以外，就是老母鸡跟秋海棠之争，可是对于这些老乔来讲。老母鸡也好，秋海棠也好，就是整个统一的中国，他们要统一，他不要分裂。他们认为蒋介石跟毛泽东是搞分裂的，所以你们要搞清楚老乔的讲法。好，可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确保台澎金马独立自主之国权。可是现在看起来，来慧珍，我们就直接回头讲。那对于年底的选战，郑丽文能不能保住主席这个位置？虽然国民党没有罢免制嘛，那能不能保住主席的位置？年底这场选战很重要，甚或他能不能在2028能够领衔代表国民党去参选2028，也要看年底这场选战吧。是你最起码当民进党喊出那5席，那4席他都要，彰化、宜兰、嘉义，连新北他都要，新北一丢，我也很难想象国民党的人会，11月28号以后里面不会有人要逼宫，新北耶，可是民进党凭什么底气敢喊这个？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发现苏巧慧的民调，本来之前还有黄国昌在里面撒卡度的时候，那个感觉上大家会认为说，那个李四川赢了10几%，怎么现在没有黄国昌之后，李四川赢的幅度变小了？而且竟然是在这个，因为像现在是友台，但友台的做的这个民调好像是有，你说有没有机关效应？不是不止机关效应，这个民调不是他们自己做的，是听说是那个国民党这次 T 台做的那个是国民党的议会新北议会党对，所以如果人家拿钱给你做民调，通常你不会 say 讲 saving 嘛，所以这个民调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是比较好看的一个状况，可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民调数字出来，怎么会变成从之前赢19%、10几%到现在只剩下赢6%？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你刚刚提到这个民进党或者是会有这个底气，说5席？对他们喊这4席里面，当把新北纳进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巧慧的一个，你会感觉他的动是有持续的，他的动就是他的那一种嘎棍啊，他整个选情是热的，但是呢，那个李四川是冷的，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你看。照理说，你已经是蓝白合都拍板定案，就大家讨论黄国昌的书，讨论了2个礼拜。这2个礼拜也没有任何人去讨论到李四川。我们在一类酸撒讨论到李四川，可能就是跟他房子什么多少钱900多万，也是比较属于负面型的。所以为什么会你刚刚提到民进党这个底气，我觉得底气是
民调数字，发现这个赢的所谓的2个人的差距，竟然是在缩小当中。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有这个底气。第二件事情，这个郑丽文啊，我现在觉得很有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福斯新闻的主持人会说他是北京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你要知道，郑丽文这一次去美国去这样子去看啊，去参访啊，他是自己的私人行程吗？不是吧？他是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去啊，也是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去跟这些侨社、去跟学界、去跟很多人沟通嘛。结果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被美国视为你是共产党的人，这事情我觉得很严重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共产党已经在台湾借壳上市然后可怕的是，国民党没有任何人去反对这样的说法然后可怕的是，国民党没有任何人去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才是恐怖的地方啊！只会说尊重言论自由，这不是什么言论自由啊！你党主席就像是今天赖清德，他如果到国外去参访，他如果讲一句说：“我们现在在迈向台独的路上”，你会说这是赖清德个人的意见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一定会说，台湾总统宣布台独哦，这事情。当你以党主席的身份去外国去谈的时候，怎么可能是你个人的意见？在讲什么我都完全听不懂我觉得现在郑丽文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有时候出来讲的话，国民党的人会自己把它归类为这是他郑丽文个人的意见，就像是上次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对啊，第一岛链刚所会也是讲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是以国民党党主席说他要去美国，叫美国去不要把台湾纳入第一岛链，这怎么会是个人意见？这是他以党主席身份，这代表着国民党现在认为台湾跟中国已经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我们列入到你们第一岛链里面。现在是这样的想法再来。上次讲军购案有没有？不是讲一个3500亿还是3800亿？3500到3800。对，然后卢秀燕也说不是每个人的个人意见都可以代表全部意见。你写在公上面，小朋友，他是党主席党主席说出来的话还不代表整个党的意见，那代表什么意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当郑丽文以党主席的身份去讲这些非常荒腔走板的话的时候，国民党会自行切割，说那是他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党的意见。那请问什么是党的意见？范老师，来最后2分钟，还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郑丽文主席，你看到在侨界这么样的热，那当然投票是在台湾2300万，当然有一些侨胞也有投票权，然后会回来投票，可是这个热能够反映到年底的选战，能够反映到2028吗？郑丽文大家都讲，我记得节目的来宾有很多人讲，当到国民党党主席，跟习近平也见过面，侨界热成这样，你告诉我是谁，大概都会想我应该有机会吧。而这一仗对国民党呢，国民党未来怎么样？他那天在旧金山的条件，他讲嘛，他说没有正习会，我就只是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我根本无足轻重。表示他的权力来自于谁的？习近平嘛。我们以前讲说这个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赋予。他现在是君权习授，那我问你，等于说他没有习近平，他就是无足轻重喽，他党内压不住阵脚喽。那我问你，2005年连战去见胡锦涛，他没有回来说没有联胡会，我就是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他会这样讲吗？朱立伦2015年见的习近平，他说没有朱习会，我就无足轻重。你这个党主席把自己就变成是中共的这个儿皇帝啊，你是没有习近平，你就没有国民党了吗？你干嘛把自己做小嘞？你连战不管见胡锦涛、见习近平都是对等的，我们都是党主席 ，OK， 我们的地位是一致的，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然后他昨天在纽约说什么？说台积电是中华民族伟大成就。你光去问台积电的员工，他们认不认同？你去问台积电的股民认不认同？我是股民，我就不认同啊。你有几股？
我现在多了不少，对对，但是暂时保密。15股吧，有超过了，不断在进啊。他是上礼，今天可以买打折价。他上礼拜五买的啦，上礼拜五买了好几张。你上礼拜五买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买，靠这你上礼拜五已经回档了，很高对啊，很高啦。但就是他买今天才会这样子啊。好了，这不重要。原来是范老师上车。但范老师的重点是为什么会讲到中华民族？那应该是我们。然后他在见习近平4月10号讲什么？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我问你，这个是习近平的口号你完全附和他你没有中心思想，那只要习近平下次就找一个比你郑丽文更亲中的，他现在不敢讲统一哦，哪一个人敢讲统一的话，那这个人可能就取代郑丽文。所以郑丽文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会被抛弃掉，他就必须要更加码，更重咸，才能，不然他的位置会遥遥可及。我补一句，我觉得这个郑丽文讲那一句很可怕的话，是在于代表着国民党现在没有人反习。对。对不对？如果不是因为习近平见到我的话，我无足轻重。那代表着国民党没有人反习近平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习近平跌落表，所以没有人敢反我，所以代表了国民党现在没有人反习近平对，全党全都认同他。所以我认为啦，他也不太在乎年底选举了。滴滴答答，对不对？我觉得他在乎什么？他在党内的地位啊。所以到时候国民党没有人敢叫他下台，因为你们中常委，你们哪个人在中国没有做生意的？新北如果万一新北有失也一样。当然啦，你看他这跟他去的中常委钱鹏珍，他们说是他自费的，全部坐在主桌，就在郑丽文旁边。如果万一新北有失也一样。当然啦，你看他这跟他去的中常委钱鹏珍，他们说是他自费的，全部坐在主桌，就在郑丽文旁边。我觉得北京他们在认定一件事，就是说2028年赖清德一定连任了啦，国民党怎么选都不会赢啦，韩国瑜也不会赢啦，洪秀柱也朱秀叶也不会赢啦，我干脆推一个真正支持统一的人，反正都不会赢嘛，我就展现出我北京的直接伸手进入台湾的政局，我就找一个郑丽文来宣传统一，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好，现在来，淑慧，最后30秒回应一下，刚刚讲说对你们来讲，没有人反习，没有人反共，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范老师有很多是他自己的评论跟想法哈，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他也好像很了解习近平哈，他也好像很了解郑丽文，他比较了解台积电，对，他也很了解台积电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他明年的选举，今年的选举我们都一定是乐观期待的啦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包括说民进党自己在新北的这个民调，从2月到现在那个不表态率越来越高。民进党2月的时候做的是40几对40几，所以不表态率只有10几，但这一次做的已经不表态率高达快要40%。也就是说大家都在观望。那这个是符合新北市民的特性我觉得理智的选民也应该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去说，哎呀，新北掉了有没有人要求郑丽文下来？我觉得这已经扯太远，就像有人现在已经在问我说，谁接班蒋万安的？蒋万安2026都还没选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个所有大家的臆测。OK， 但是我可以直接问阿川，这样讲好了，如果年底选战，民进党高雄丢掉，赖清德下不下来？赖清德主席高雄丢掉那一定下来。好。对啊，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各自阵营一定可以评估得出来。民进党如果要是现在的武器，尤其像高雄、台南这些地方，如果掉一个，你们主席一定下。对。那新北现在是国民党执政，所以我刚刚要用3个如果嘛。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你应该问的是，如果高雄掉，他们会不会逼宫？因为刚刚是这样。不用逼宫了。那你们怎么知道新北掉了，郑丽文会下？郑丽文会下吗？我不知道他也有可能，因为国民党过去也有这样。那很简单，那如果这样，如果高雄掉，赖清德如果不下，你们会不会逼宫？不用逼宫，他自己就会下。好，他自己会下。如果不下，你们会不会看着他继续在主席位置？不，他不可能不下。民进党的传统就是下来了，有什么问题？那国民党呢？国民党过去的传统也是下来对不对？国民党过去哪一个党主席没有为败选？是被逼的啦，像吴敦义就是被逼下台的。所以郑丽文一样会下来。我不知道，如果按照传统的话，为选战负责不是党主席。朱立伦就没下来。有啦，朱立伦那一次是因为国会赢。
总统输了，所以总是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但他可以做。第一次有下台啊，就是2016败选，他有负责下台。那因为他本身自己也是候选人啊，所以啊，他也是对他非下台，所以说国民党没有主动下台的理由。几个党主席都是因为被逼下来的，几乎都是被逼下来的。马英九那时候应该是我觉得过去那个时候，中国并不想管国民党的家务事。现在是宋涛上来之后，大家知道是连这个他们国民党里面的连郝龙斌自己都说，他选党主席，中国的手是直接伸进来了，对不对？赵少康也这样讲啊，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宋涛他跟过去的国台办主任不一样，因为他在福建待了30年，他认为他很了解福建，所以他上来之后，他是积极介入台湾的政务，包含我们刚刚讲到当时的这个选举前的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的签的6点协议，我认为那也是他的佳作，逼退当时郭台铭参选也是他如此，然后加上再透过傅昆萁他们在立法院搞这些毁宪论战的法案，搁置国防预算等等一连串，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情况跟过去不一样，他直接介入国民党党务，所以我认为这里只要有宋涛跟习近平的支持，他党主席会一直做下去。OK， 年底这场选战那非常的微妙，因为这场选战一定会牵动到2028，只是这场选战对各阵营来讲，当绿营放话有底气要拿下这些的时候，国民党势必要守。那尤其在新北这一仗。那彰化当然也是个大县，可是彰化现在当然有过程，大家讨论过非常多的这些年底的选战到底会对2028有什么一些联动？郑丽文主席在美国访问还没有结束，接下来那又会有什么样一些不管是跟侨界、智库，甚或美国官员有什么样一些的联动？那当然黄国昌主席那本书接下来会发挥什么样一些效用？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